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巴森家第4季第9集。全家人都在看电视，不过辛巴在老模子酒吧，家人都在家里。辛巴打电话过来，告诉辛巴外面下雪了，让他快点回家。无奈雪太大了，即使辛巴打开了雨刮器，还是撞上了前面那辆车。哇哦，这辆车和我的车撞得一样惨耶！这时辛巴带着孩子们出来，辛巴才发现这2辆车都是自己家的，车是刚需，不能没有。辛巴第一次试驾车子太小，起步都要靠人推，接着全家又陪他到车展看车。不过到底是看车还是看人，就说不准了。小新在这里也是混得如鱼得水，他上了一辆满是枪眼的车，正那比划打枪呢。辛巴走过来叫儿子放尊重些，这下把小新兴致都给败光了。他一拳捶在车子上，手套掀开了，里面竟然有几沓钞票，发财了。此时辛小梅正在看碰撞实验动画展示，只见几个人偶在事故中被撞得东倒西歪。等等，怎么还有一个真人？辛小梅此话一出，解说员立刻吓得拉拢了帘子，表示展览结束。蝙蝠侠战车，这立刻吸引了辛巴的眼球。亚当韦斯特，辛巴兴奋地叫来孩子们。蝙蝠侠没想到本尊降临，还是个话痨，完全不顾眼前3个人，就在一旁又唱又跳。辛巴抓住2个孩子，悄悄地往后撤。突然他撞上了一个展台，往上一看是辆红色铲车。辛巴瞬间觉得这就是他的本命车，如果有了它，他一定可以大干一番。他已经想象到总统需要运送名画，然后让他用铲车铲出白宫前的抗议者的场景了。回归现实，辛巴发现他根本买不起这辆车，但老板也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肥肉，使劲鼓吹这辆车价值。辛巴本身就意志薄弱，也没有请示老婆大人，就买下了车。辛巴知道后自然很生气，他不知道辛巴为什么要乱花钱，他们根本就买不起那辆铲车。不过辛巴也没有打算认怂，他在小车上贴满了传单打广告，希望能够接到生意之后证明给老婆看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谁知大风一吹，传单全飞走了。正当他去捡那些散落一地的传单时，听到巴尼说话了，他让辛巴放弃无谓的挣扎，根本没有人看这些东西。他只穿着尿布在冰天雪地里发传单，得到的回应都只是寥寥无几，甚至还有人说他恶心。巴尼对走过来的辛巴说，像我们这种人注定没法安生。唉，也罢，至少我已经没脸可丢了。谁知别针松了，一阵大风吹来，巴尼唯一的遮羞布也飞走了。还有更羞耻的，转角遇见他妈妈。又是做礼拜的时间，牧师让辛巴上来为大家朗读一段。祈祷完毕之后，辛巴开始为他铲车打起了广告。一旁的牧师都无语了，合着你就为了干这个呀？然后就让保安把他请走了。辛巴很伤心，难道真的要和铲车说拜拜了吗？辛小妹走过来，也许可以在电视台买个廉价广告呢。他向老爸展示了样本，船长正在上面宣传他 CD。辛巴仔细看了一下，不错嘛，广告拍好了，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成品。小贤很无语，谁会在凌晨3点过看电视啊？辛巴真就举出了几个例子：酒鬼、下岗人员、孤僻的愤青。所有人都昏昏欲睡之时，他们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广告。只见辛巴带着孩子们夸张地说：啊，我们的车道被雪堵住了！天哪，是冬日老人！镜头转向老辛巴森，没错，就是我封住了你们的车道，你们能怎么办呢？束手无策，就是这样。说完还嘚瑟踢了2下。此时就辛巴上场了，铲车先生一脚踹走了老爹，辛巴就开始为自己打广告，说明工作内容和联系方式。观看了广告之后，大家就等着顾客打电话，哪有这么快？还让不让人睡觉？不过广告还是起了效果。阿普很感谢辛巴让超市正常运营，当然这也同样方便了歹徒。老年之家也被扫清了积雪。老辛巴森兴奋地大喊：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了。算了，好冷哦，还是回去吧。校长正不安地在走廊里踱步，教学楼门开了，只有1个学生。校长扶起他，也许我们要停课了。此时红发威力大喊：你快看，原来是辛巴开着铲车将校车从雪地里拖来了。孩子们怀着无比悲怆的心情走下了校车。我们根本不想上学好吗？校长过来感谢小新他爸做的贡献，于是小新瞬间成为全民公敌，被同学们的雪球干翻在地。为了表彰辛巴所做的贡献，市长还授予他城市之钥。现在辛巴是大红人了，就连去老谋子酒吧都是免费啤酒管够。巴尼看着心动不已，表示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英雄。辛巴告诉他，光想是不够的，你应该扔掉尿布，勇敢地走出去，做个出色巴尼。鸡汤下肚，巴尼又醒了，兴冲冲地跑出了老谋子酒吧。辛巴如今算是有出息了，辛巴也不得不承认，当初买铲车的事是自己错怪他了。他现在很为辛巴感到骄傲，甚至连
连做不可描述的事情都希望他能穿上铲车先生的衣服。有钱赚，起床都有动力了。辛巴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，这下的是雪吗？是钱呐！不料他向周围一看，才发现家家户户车道都被清理好了。此时，一辆比他更大铲车开了过来，而里面司机正是巴尼，他自封为铲车之王。辛巴十分难过，你怎么能抄袭我的想法？巴尼安慰他，来点良性竞争没什么不好。说完就掏出手枪打爆了辛巴铲车的后轮。不久后，辛巴在老模子酒吧看到了巴尼的广告，很意外，还有他的戏份。虽然只是立牌，不过已经足够让巴尼反复羞辱了。此时，琳达·朗斯代也抡着木棒参与了进来。老模子很意外，你怎么请得动他？巴尼神色平常，我们一直在寻找合作机会呀。接下来来到了演唱环节，不得不说，歌手家们就是不一样，将广告编成曲，可比念出来好听多了。他们甚至还嘲讽了一把铲车先生。辛巴询问好朋友怎么能以怨报德，说着他回想起高考前夕，那时的哈尼正在努力背书，争取考上哈佛。不料此时辛巴带着啤酒进来了，巴尼没能抵抗住诱惑，原本只打算喝一瓶，到最后一直吨，表情也由最初的正常变得逐渐痴呆。从此之后，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酒鬼，自然也就与哈佛无缘了。这么一想，辛巴觉得自己现在有点活该了。好邻居弗兰德也请巴尼了，辛巴愤愤不平，上前理论。弗兰德掏出钱，要不你再铲一次。不过辛巴是谁？表示自己光拿钱不做事。蝙蝠侠更是直接就把辛巴水了，通知他去，又选择了巴尼。开车出去的时候，还让辛巴吸了一口尾气。全家人都守在电话旁，期待他能够再次响起。确实响了，不过是来收欠款的。辛巴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辛小妹提议重新做一个广告，原汁原味，耳目一新。辛巴表示自己知道了，然后现场给大家来一段 rap。由于太过拉耳朵，没几句就被小新叫停了。辛小妹也让老爸下次别这样。果然设计广告还是得找专业人士。全家人又围坐在一起观看辛巴的新广告，除了最后水晶球炸裂露出了一个铲车先生的图标，其他内容跟辛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看样子辛巴是凉透了。市长也将城市之钥授予给了巴尼。无所事事辛巴在家里看电视，主持人正在报道暴风雪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春田镇的寡妇峰，连前去查探情况的记者也遭遇危机。辛巴突然心生一计，他拨通了巴尼的电话，出价$10,000让他去清理寡妇峰。这样的价格自然让他心动，换好衣服就出门了。而辛巴就趁机抢占了城里的顾客。当他们问及铲车之王的情况时，辛巴就各种抹黑，说他不尊重客户。现在钞票源源不断的送到他手里了。正当他向家人炫耀自己的机智时，主持人报道春田镇的铲车之王被困住了。录像中，巴尼打了个嗝，引发了雪崩，然后就被埋在了雪里。辛巴吓得直起身来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要去救他。将啤酒装进水瓶里，辛巴就准备出发了。辛巴十分担心，不想让丈夫去。辛巴安慰他，没事的，这台车就像老山羊一样稳健，打什么比方不好，非得是这个。于是他们就目睹了老山羊从山坡滑落的惨状。不管怎么说，辛巴还是咬牙进山了。这一路的确是惊险万分，要断不断的木板桥，悬而又悬盘山路，都让辛巴在生死边缘徘徊。巴尼正在给自己灌输了死不可怕的思想。突然，后面白茫茫的雪有了一个缺口，是辛巴来了。他伸手拉起了好朋友，巴尼十分感动，你救了我，我将铭记终身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们就是革命战友了。辛巴很高兴，两个好朋友合作，一定会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谁料此时一束阳光穿过了厚重的云层，转眼之间积雪融化，大地一片草长莺飞，鲜花盛开。老辛不是很开心，他们又可以出门走走了。但是他不喜欢那些小屁孩，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再次无所事事，辛巴躺在床上看电视，没想到一个电话拖走他的铲车。正当万分失落之余，辛巴又安慰他，没事了，你有健康的身体，失而复得的好友，还有一点点关于那方面的本领。于是辛巴又穿上了那件铲车先生的衣服，开始和老婆没羞没臊幸福生活。人类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，催生了竞争的出现，它可以激发人的动力，提升个人实力，满足对高质量的需求，促进社会进步。然而光辉之下也带来了许多问题。良性竞争固然有诸多益处，但在竞争压力的裹挟下，不少商家为了追求利益而选择恶性竞争。从巴尼打爆轮胎，再到辛巴打虚假电话，在竞争中他们逐渐迷失了自己，忘记初心，只为取得最终的胜利。他们忘了取胜的办法从来就不是贬低对手，而是不断努力让自身变得优秀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何况世间从来不只有竞争，还有相互合作，谋求共赢。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督促对方互相进步，加深感情。竞争和合作都是人类谋求进步的手段，无法评判孰好孰坏，不如将两者结合，在竞争中合作，在合作中竞争，也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